新生婴儿长着80岁的容貌，母亲因他难产去世，父亲将他视为不祥的怪物，狠心丢在了养老院门口，幸好被善良的护工收养。医生给他检查身体后无比震惊，明明是刚出生的婴儿，却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白内障，身体机能如同垂暮的老人。转眼本杰明就7岁了，可模样依旧苍老不堪，因为常年被老年病痛缠身，童年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。他渴望像其他孩子一样奔跑嬉闹，可这个简单的心愿对他而言却遥不可及。本杰明问护工妈妈自己还能活多久。Everybody feels different about themselves one way or another. But we all going the same way. Just taking different roads to get there, that's all. 他鼓励本杰明要勇敢面对生活，用心感恩当下的每一天。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，本杰明竟慢慢学会了走路，虽然过程很艰苦，但告别轮椅的那一刻还是让他欣喜若狂。本以为会在养老院孤独终老，直到一个女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黛西有着一双湛蓝色的眼睛，让本杰明一见倾心。虽然他们的外貌相差几十岁，内心却没有任何代沟。黛西每个周末都会来养老院看望奶奶，本杰明总会陪在她的身边。他们会在夜里偷偷钻进桌子底下，黛西给本杰明讲着外面世界的趣事。You're different than anybody I've ever met. 他对本杰明充满着好奇，然而两人过于亲密的举动很快就被奶奶发现。见孙女和一个老头走得很近，奶奶愤怒地把黛西赶回房间，对着本杰明厉声呵斥，觉得他心思不正。可奶奶不知道的是，眼前这个看似苍老的人不过是个12岁的孩子。从那以后，奶奶再也不让黛西和本杰明玩耍。本杰明伤心极了，第一次尝到被人歧视和误解的滋味。不久后，护工妈妈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本杰明。好在养老院里还有一位老奶奶格外疼爱他，老奶奶教他弹钢琴，帮他剪头发，还温柔地告诉他 Benjamin, we're meant to lose the people we love. How else would we know how important they are to us? 那时的本杰明还听不懂这句话的含义，直到一个平静的午后，老奶奶安详离世，本杰明第一次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，生活瞬间变得暗淡无光。可就在这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身体不再衰老，皮肤渐渐变得光滑紧致，肌肉也重新开始生长。本杰明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很快，本杰明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，他决定走出养老院，去看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。 Good luck to you, son. Thank you. 护工父母与他依依不舍地告别，妈妈一遍遍叮嘱 I love you, Mom. Oh, I love you too, baby. 在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得知消息的黛西也匆匆追了出来，她满心不舍，却又找不到留下他的理由，两人只好悄悄约定，每当本杰明到达一个新的地方，就给黛西寄一张明信片，好让她知道他一直平安。本杰明背起行囊，踏上了独自的环球旅程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应聘成为一名水手，在船上做些简单的杂活。船长带着他航行到世界各地，眼前的一切都让本杰明感到新鲜又好奇。这天，一位富商主动找到本杰明，温和地询问他的生活近况。本杰明并不知道，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父亲满心愧疚，始终没有勇气与他相认。分别之际，父亲忍不住叫住了他。Would you mind if time to time I stop by and said hello? Anytime. Good night, Mr. Bond. Good night, Benjamin. 转眼又过了10年，如今的黛西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她靠着日复一日的努力，如愿考上一所知名的舞蹈学院，还成了学校芭蕾舞团的核心成员。黛西第一时间把这份喜悦分享给本杰明，而此时的本杰明还漂泊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。本杰明给黛西回了信，可信里的内容却让黛西的心瞬间沉入谷底。原来本杰明在信中告诉她自己恋爱了，对方是一位气质优雅的女人，他们志趣相投，总有聊不完的话题，常常相伴着谈到深夜。本杰明以为自己终于遇见了真爱，可当对方得知他会越来越年轻的秘密后，却选择了悄无声息的离开，只给本杰明留下了一封信，上面写着遇见你真好。不久二战爆发，本杰明所在的轮船被军方征用，他不得不结束自己的船员生涯。本杰明决定回到养老院，看望一直牵挂他的父母。Sweetie, oh, you're home. Lord, you came back. 妈妈激动地紧紧抱住本杰明，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可32岁的本杰明却反而越来越年轻。这一幕让妈妈既惊讶又觉得无比不可思议。此时的养老院早已物是人非，曾经熟悉的老人们相继离世，
就连他的护工父亲也在1个月前因病永远离开了。本杰明因为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，心中满是深深的遗憾。黛西得知本杰明回来，迫不及待地赶到养老院，他一时间竟没认出眼前的人。Oh my God! Of course it's you, Benjamin. 黛西热情地和本杰明相拥在一起，如今两人的外貌看上去格外般配。他们一起共进晚餐，黛西兴奋地讲述着自己的舞蹈生涯，本杰明几乎插不上话，两人仿佛活在2个不同的世界。饭后，黛西专门为本杰明跳了一支舞，那是他为心爱之人悄悄排练的。可本杰明心里清楚，此刻的他配不上光芒万丈的黛西，所以当黛西鼓起勇气表达爱意时，本杰明选择了逃避。黛西以为本杰明根本不喜欢自己，伤心地转身离开。这天，本杰明的亲生父亲突然找上门，多年未见，父亲憔悴了许多，他已经到了癌症晚期。父亲把本杰明带到自己的纽扣工厂，缓缓开口 Benjamin, you're my son. I'm so sorry. I never told you before. Your mother died, giving birth to you. I thought you were a monster. I promised your mother I'd make sure you were safe. 父亲希望得到本杰明的原谅，也想在离世后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他。突如其来的真相让本杰明难以接受。父亲带他看了亲生母亲的照片，一点点讲述他的身世。本杰明知道这些年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自己，他不想让父亲带着遗憾离开，最终选择了原谅。父子俩安静地坐在海边，看着太阳缓缓浮出水面，父亲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本杰明为父亲举行了葬礼，养母鼓励他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本杰明鼓起勇气找到黛西，想要挽回这段感情，可此时的黛西身边已经有了男友。或许是为了报复当初的拒绝，黛西故意和男友举止亲密，本杰明尴尬不已，只能默默离开。本杰明回到养母身边，帮忙打理养老院。本以为他和黛西再也不会有交集，可一封黛西好友的来信让两人再续前缘。原来黛西遭遇了严重车祸，一条腿骨折重伤，就算痊愈，也再也无法重返舞台。几年不见，本杰明却变得越来越年轻完美。他希望黛西跟自己回去，承诺会照顾他一辈子。可黛西不想成为他的累赘，更不想让本杰明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。为了逼走本杰明， We are not little children anymore, Benjamin. Stay out of my life. 黛西故意说出伤人的话。可本杰明并没有真的离开，他在医院附近的旅馆住下，默默守护在黛西身边，直到他康复出院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某天，黛西主动来到养老院，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，尽情享受着爱情的甜蜜。可就在这时，本杰明的养母因病去世，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不知所措，甚至没来得及和妈妈好好告别。本杰明知道黛西一直怀揣着舞蹈梦，于是为她开了一家舞蹈培训班。这一年，本杰明49岁，黛西43岁，他们终于在人生的终点相遇。 We are almost the same age. Finally caught up with each other. 两人站在镜子前，想要牢牢记住这奇妙的时刻。 I want to remember us just as we are now. 黛西告诉本杰明自己怀孕了，本杰明又惊又喜，更多的却是深深的焦虑。他害怕孩子遗传自己的基因，承受逆向人生的痛苦，更担心自己会越变越年轻，无法承担父亲的责任。可黛西一直温柔安慰他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会和他一起面对。幸运的是，他们的女儿生下来十分健康。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，本杰明的担忧也越来越重。他想给女儿找个真正的父亲。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She's gonna need someone to grow old with. She learned to accept whatever happens. She loves you. Honey, she needs a father, not a playmate. Can't raise the both of us. 在女儿的第一场生日聚会结束后，本杰明变卖了父亲留下的所有家产，这笔钱足够黛西和女儿衣食无忧。黛西察觉到他的意图，却不知道该如何挽留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再次离开。当他们再次相遇，已是10年之后。62岁的本杰明看上去只有17、18岁，黛西终于理解了他当初的决定。 Why did you come back? You were right. I couldn't have been raising both of you. 此时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，身边有了疼爱她的家人。看着幸福的一家3口驾车离去，本杰明的心里满是欣慰。转眼又过了10年，黛西的丈夫已经去世。这天，她突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，说有一个小男孩想见她。她立刻明白那是本杰明。工作人员说，他们是在一间废弃的屋子里发现他的。72岁的本杰明如今只有7、8岁的模样，
无论岁月如何改变他，他的身上始终带着一本日记，上面记着他和黛西相识相爱的所有点滴。严重的老年痴呆让他忘了自己是谁，只说自己好像活了很久，却什么也记不起来。为了好好照顾本杰明，黛西也搬进了养老院。她像照顾孩子一样细心照料着本杰明。渐渐的，本杰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80岁的他模样如同2岁的婴儿，喜欢躺在黛西的怀里睡觉，醒来后就牵着她的手慢慢散步，直到本杰明变成襁褓中的小小婴儿，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清晰而坚定。黛西知道这一刻本杰明认出了他。本杰明望着心爱的人，缓缓闭上双眼，结束了他传奇又孤独的一生。电影以一场逆向人生诉说着爱与时光的真谛。本杰明出生时便如80岁老人，被遗弃后在养老院与年幼的黛西相遇，埋下了一生的缘分。他循着越活越年轻的轨迹成长，而黛西则正常老去。两人的人生就像交叉线，在最美好的年华相遇，又在时光中再次错位。他们错过彼此许久，却始终将对方藏在心底，明知终将分离，却依旧珍惜每一刻相伴。我们畏惧衰老与离别，却忘了遗憾本是生命的底色。本杰明与黛西的爱填补了时光的空白，也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长度，而在相遇的温暖与真诚。愿我们在正向时光里珍惜当下，不负遇见，以真诚与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生命旅程。